你想参加集训队，恐怕没那么容易。您就帮我想想办法吧，让我干什么都行。哎，办法还真有一个，不过，哎呦，您快说吧。这个集训队啊，现在有一个保障队长的缺，我去。先别答应的这么痛快。这个保障队长啊，虽然属于集训队，但不参加集训科目，只负责后勤保障工作。你这么大的研究生，也愿意干？愿意啊。部队工作没有高低之分，每个岗位都有它不可或缺的功能，哪怕是端茶倒水、扫地打饭，总得有人干吧。虽然跟我的目标有差距，但是只要进了集训队，学习在个人。你真是这么想的？真这么想。好，这才是我想看到的郭子健。我会向上级反映，但是结果如何呢？你还要做好两手准备。这还要做两手准备啊？我都听说了，集训就在我们教导队，我这离得近，方便。哎，你郭子健的事他不一样。我们研究完过后啊，还得报集团军批准才行。我不管，您肯定有办法。我先谢谢首长了。行了，回去吧。是。这位，抓紧啊！哎，我知道。报告。进来。首长，郭子健的事儿，能不能破个例啊？怎么破例啊？舆论风口，你告诉我怎么破例？坐吧。前面的事儿就不说了，反正这营长撤也撤了。但是您回想一下，在教导队，他打龙眼山那一仗打得多漂亮啊！还有，他自己带的特战小队，在结业比武中又拿了全集团军的冠军啊！这怎么说也应该在集训中给他个位置吧？那你说，他那潇洒的一记飞脚就可以忽略不计了？那怎么办？事在人为啊，凌军儿。如果郭子健只能靠我们的扶持才能进步，那么这种进步毫无价值，而且对其他人不公平。但是首长，这当初咱们挖人家墙角，不就是为了今天的集训吗？按理说这步棋从布局到运子没有任何的偏差，但是现在棋子出了问题，自行其事，老想打破常规。你告诉我该怎么办啊？那真把郭子健排除在外啊？明军啊，396旅的政委康保平是个用人的老把式，你还老不服人家？老康出什么高招了？刚送上来的集训名单，你好好看看吧。保障队长，这个老康真不愧是老政工，我服。保障队长，怎么可能呢？那有啥不可能的？名单都交上去了。郭子健这人啊，4个字形容：咎由自取。郭子健上次演习，10来个人，就差点抓住龙远山。本来想着这次集训跟他过招的，有什么好过的？这少一个对手不挺好吗？对手，当面过招才有意义，要不然胜之不武。短刀长刀能打赢硬仗就是好刀，过程不重要。哦，对了，你说起上次演习，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啊可没这么简单。我调查了好久，不过现在算是有点眉目了。郭子健这个人啊，不地道。什么意思啊？
算了，很快你就知道了。同志们，组织新智力量骨干集训，是战区陆军赋予我们集团军一项带有研讨性和创新性的重要任务。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你们都可以为自己感到骄傲，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你们是这个时代陆军建设的重要前沿。什么是新智力量？在我看来，新智力量就是新的启动点、生成点、升华点和爆发点。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新的合成点。同志们，未来的陆战怎么打，想过没有？这是一个实践性的课题，也是一个探索性的课题。中国陆军如果想支撑起自己的历史担当，就不能墨守成规，就必须站在辉煌历史的基础上，向未来要更多的战斗力。瞧你那德行，笑什么笑啊？分配过来跟我一起干保障，不委屈啊？委屈确实是委屈了点，不过重要的是还是能跟着营长干。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一营早晚还是你的，少胡说八道啊！我咋胡说了？你看这种种迹象表明，你已经踏上回归一营的金光大道。这据我分析啊，只要是有营长在的地方，哪怕咱们是在炊事班，那也一样有立功受奖的机会，对不对？你够自信的啊！那必须的嘛，主要是对你有自信。相信我的判断，等着吧。这次集训比较赶时间呀，所以很多基础性准备还不能一步到位，这一点还要请大家体谅。我们负责集训保障的同志们也很辛苦啊，他们都没有时间来参加我们的动员会，他们在忙什么呀？在忙着给大家运送设备和器材呢。会议结束以后，大家以班为单位，就可以去领取器材了。我这想来想去啊，还是领导有办法。你看这次虽然没有让你参加集训，但却给了你一个保障队长的差事。总之呢，既对你这一记飞脚有了交代，又没让你错失机会，也算是曲线救国，一举两得嘛，是不是？什么曲线救国？这种话以后少说。明白明白，掉一掉。告诉你们啊，我跟军长在集团军那儿已经立了军令状了，你们俩一个正一个副，一定要把所有的工作落实到位。是，秦首长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做好工作。杨同志，到，您是军事理论的行家，也是部队管理的专家，一定要发挥自己的长处。是，一定不辜负首长厚望。现在战场，新制作战力量频繁登场，只有加快脚步，才不至于被时代所淘汰。是。走了。孙不凡，到。来，把你的军官证和集训证给我看看。这名字倒是这个名字，长得也不像啊。报告，通常情况下，照片只是一种平面显示，而真实的人物是一种立体。行，来，干啥？去拿你的东西。侦察区的器材。哎，
你是特战小分队的杨班长吗？我是红沙队。下一个。杨茂林，你就是杨茂林啊？是我。这长得也挺普通的嘛。下一个。呀，洪班长，洪班长可是老熟人了，不用看了。这话说，你们训练基地的人这次也参加集训啊？我们怎么不能来了？这里是战区陆军的试点，又不是你们自己人过家家。难不成你们还想排挤人啊？哎，那是啥话？那哪能呢？洪班长想拿什么装备？电抗。电抗啊？这咋还整电抗专业去了呢？李连长，你是不是在这查户口呢？我平时虽然在导调组工作，但是我的第一专业就是通信和电抗。再说了，我干啥都要经过你李连长批准啊。那没有，我就是有点蒙圈。来，洪班长，去那边领。电抗器材。来，下一个。哎，电抗器材都是高精尖设备，一定要轻拿轻放。郭营长，洪班长，您怎么在这儿啊？这里是396旅教导队的地盘，我是教导队的教员，我不在这儿能去哪儿？哦，是，那个器材拿好了，你们小心点放啊。那郭营长，我就先走了。好，再见。再见。营长，这可真是一物降一物。你看你刚才那气场，那洪班长，呀，关营长，再见。耍什么剑呢？赶紧蹲进，人等着呢。下一个，好，下一个。梁菜，你猜我看见谁了？郭子健。你怎么知道的？你想说的话都写脸上了。有那么明显吗？哎，不过你知道吗？他现在竟然在保障大队发器材，这也太大材小用了吧！只要人身在集训队，无论是什么岗位，有一席之地就有机会。哎，梁参谋，梁参谋。哎，忙吗？不忙的话，正好有个事儿请教请教。刘科长，您客气了，说吧。啊，就是关于上次演习的最后阶段，就是郭子健带杨梦玲斩首的那个环节，最后是不是就只有你们2个人在现场？对啊，有什么问题吗？这样，有人反映说郭子健最后啊是故意拖延时间，从而放了龙远山一马。我不知道这属不属实，所以想向你了解一下情况。故意拖延时间？怎么会有人有这样的想法？这脑子是被驴踢了。对于这种说法，我觉得还是去问当事人比较好。作为导调人员，我们只负责记录和关注事实。至于说各种猜测或者人的心理活动，我们没有办法做出判断。说的也是，行，有你这样的回答，非常感谢。那我先忙了，哎。杨才，这个刘科长整天疑神疑鬼的，莫名其妙。都快点儿，磨磨蹭蹭的，干什么还等着吃饭呢？哎呀，这保障队长干得蛮扎实的嘛。那是，干什么喊什么，卖什么吆喝什么。那我请教一下啊，有的人当面干一套，这背地里干一套，那这种吆喝该怎么喊啊？啥意思？没听明白。记性不好，自己刚做过的事儿就忘了。我做的事儿多了，上午卸设备、发设备，这上面还有一堆菜呢。那么闲，要不要帮帮忙？你甭跟我来这套。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问你啊，上次演习的时候，你是不是故意放龙远山一马？不怕告诉你，我找着证据了。是吗？那你可立功了，赶紧找领导汇报去吧。郭子健，这个事儿呢，你别指望能瞒得过去啊。上级领导们都不傻，
你以为你跑到集训队当个保障队长，就能浑水摸鱼了？上次踢饭锅的事儿还没了呢啊！再加上这一茬2罪并罚，你吃不了啊，也得兜着走。导演，我是真的懒得搭理你这种人。要是往前放2年，你知道我会怎么对你吗？哎，你想干嘛？你还想动手啊？啥也不是，速度快点，别影响刘科长一会儿吃饭。是。你才啥也不是。看什么看呀？干活！同志，不能浪费粮食啊！说你呢？吴班长有话要对你说。什么话？今晚9点，体能训练场等你啊！王林，吃完饭在门口找我。是。王远呐，你是作训科科长，虽然这次活动是集团军的项目，但是组长是作训处的处长，你可不能偷懒呐。那当然，这是我的本分嘛。晚上你到几个训练场再好好检查检查，看有没有需要完善的啊。集团军在咱们这儿弄训练，咱们一定要做好后勤保障工作。那我这是替郭子健干活啊，他才是保障队队长啊。别那么斤斤计较，都是咱们分内的事儿，别忘了啊。行。林玉虎找你干嘛？他说吴班长让他给我带话，让我晚上9点到体能训练场找他。这你也信？你傻呀？他这是要找你麻烦，你看不出来？他找我麻烦干嘛呀？你榆木脑袋呀！因为吴班长的事儿，他对你什么态度，你看不明白吗？你晚上不是有训练课吗？哦，正为这个事儿发愁呢。你去训练你的，我替你去。你去？怎么？我还收拾不了这帮小子啊？去吧。是。记住了，要不然来了不真打。拽上就让你长点记性，听见没有？都记住了。行了，来了。这王队长成天不知道想啥呢，不去嘛非得这加个灯。谁呀？啊！谁呀？谁呀？谁呀？啊！谁呀？啊！这帮小兔崽子，我非逮着你们不可！哎！前期啊，我尽量守住摊子，可一旦进入培训正常期，就需要劳索你多担待了。那不是应该的吗？作训处是集团军最大的处，我知道你忙，有什么事儿你交给我。现在正好是训练准备期，我有的是时间。那就多谢你支持喽。首长，这个
郭子健，他简直无法无天了！坏了坏了，咱本来是要吓唬姚茂林，结果把刘心言给套了。你说，他要是告咱一个殴打军官，那可怎么办？你别瞎说，咱也不算打，很多成恶作剧了。你不知道他那么要面子一个人，能出这回？你说，那怎么办？今天这事儿，嘴上都把好门，谁嘴漏风，咱们4个可是一锅端，到时候全得滚蛋回老家。这事有点传出去，太丢人了。这事儿必须憋在心里，反正他也不知道是咱打的，对不对？对。要不，咱洗洗睡吧？不行，太早了。那咱们干什么？走，咱去机关楼下打军体拳去，那儿最亮，得让他们看见咱。对，走，走。出拳格斗准备，杀！第一动，杀！第二动，杀！哪儿呢？杀！这边。第三动，杀！第四动，杀！杀！训练场啊？对。哎，他们怎么去训练场了？没事，别慌，没问咱们，接着练。好。这帮小子，找茬都不准时。哪儿呢？就这前面。就这个沙包这一块，然后后来就被推到这坑里了，就这个。谁？我郭子健。郭子健，你这么晚了，干嘛呢？哎，处长，你们怎么来了？我们怎么来了？你还好意思问？刚才是不是你啊，郭子健？啊，你怎么都没想到我还能杀个回马枪吧？什么回马枪啊？吃错东西了吧，刘科长？你别打岔，我问你，你这么晚了在这干嘛？报告，我是来解决内部矛盾的。首长，你们听听，你就是这么解决内部矛盾的？我说郭子健，这性质太恶劣了吧？问题很严重。好了，别跟着说，回办公室慢慢说。来，你过来。杀！第一动，杀！第二动，杀！你咋了？活不起了？第三动，杀！第四动，杀！啊，那几个兵，大晚上干嘛呢？报告首长，这儿亮，我们在这儿练会儿。行了，早点休息吧。是。看什么看？走吧。我看你得好好练练。坏了，这事闹大了，把咱们营长也叫去了。别瞎说，现在没有证据，谁也不能把咱怎么样。更何况，刚才领导看见咱们，说什么也不会想到咱们。是，捉奸拿双，捉贼拿赃，只要他没证据，就抓不住咱们。说得对，来，接着练哥几个。二位领导，这事儿你们得给我做主吧。他不光拿麻袋套我，还在麻袋里边放沙子。你们看我这眼睛红的，差点没瞎喽。刘科长，你说话要有根据。这麻袋把你脑袋都套住了，你还能看见是我打的？你有透视眼？你少死鸭子嘴硬，自己做过什么事儿自己心里没数是吧？没错，没错，就他身上这股臭汗味儿，我蒙着眼睛也能闻得出来。不但有透视眼，军犬的本事你也会。你，报告首长，他骂我是狗。狗的事儿到此为止，说人的事儿。
那你脚上的土怎么解释啊？我脚上的土是因为我看见训练场的麻袋障碍墙倒了，我给堆起来了。狡辩！郭子健，你说实话，刘科长到底是不是你打的？报告，不是。铁证如山，你还不承认是吧？处长，我刘望远在396旅什么口碑？您要是不知道的话，可以去打听打听。这么多年了，从上级到下属，就没有任何人跟我有矛盾，而且大家对我还爱戴有加，视如兄弟，就没有人不喜欢我呀。哎，怎么之前咱们旅就没有这样的事发生？哦，偏偏他郭子健来了，就出现这么恶劣的事件，为什么呀？就因为他一直就看不惯我，对我有意见。郭子健，你对我有意见可以当着面说，我刘望远不是一个听不进去意见的人。实在是你想动手也行，咱们可以面对面的来一场比武，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哼，哎，你还笑？首长，你看他什么态度？刘科长，你这话说反了，是一直以来你对我有意见，处处揪着我不放。我承认我是不怎么喜欢你，但我不至于愚蠢到去偷袭暗算你。你们听，他承认看不惯我了吧？是你不傻，你多鸡贼呀！上次演习你故意放了龙眼山一马，不就是为了投桃报李想进404吗？但是你也不想想，就你这个动不动替人放锅的做派，人家能要你吗？也就是我们旅领导好说话。好了，这挑拨离间的本事你也挺厉害的，一码归一码，踢锅跟打你，就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儿。再说了，我从来没想过要去404旅，想没想过你自己心里清楚。但是话说回来，你能一时忍不住替人家放锅，就不能一时忍不住对我搞偷袭吗？你有事说事儿，你扯那么远干什么？那本来都是一回事嘛。好了，郭子健，你是个军人，老兵了，当了营长了，部队规章制度你不懂吗？这件事后果是什么？你不明白吗？我真没打他呀。再说了，我怎么知道他会去训练场呢？我就知道你要找这个借口。今天中午在食堂门口，索副旅长安排我晚上检查训练场的时候，你在哪儿？你不就在旁边吗？你以为我没看见啊？但是我万万没想到，郭子健，你恨我都恨到这种地步了，一刻都忍不了是吧？这上午刚威胁我，晚上就要搞我，哎，到底为什么呀？二位首长，从挨打到现在，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真的。但是想来想去，我能想到的可能性只有一种，就是他怕我揭穿他。郭子健，你做贼心虚呀！你非要冤枉我，我无话可说。你无话可说不行啊，你得说呀。报告索副旅长，首先，我并没有威胁过刘科长，就算我跟他有语言冲突，也不代表我一定要打他嘛，这两者没有必然的关系。第二，上午在食堂，您给刘科长布置任务的时候，我确实在场，但是我并没有听到你们的谈话内容。还有这土，我刚已经解释过了，我去训练场的目的是因为啥？说你呢？吴班长有话要对你说。林玉虎找你干嘛？他说吴班长让他给我带话，让我晚上9点到体能训练场找他。你傻呀？他这是要找你麻烦，你看不出来？傻啊！那几个兵，大晚上干嘛呢？报告首长，这儿亮，我们在这儿练会儿。编，你接着编啊！跟刘科长一样，不放心，过去看看。郭子健，如果真的不是你打的，那你有没有怀疑的人？你觉得会是谁打的？那我不知道。这刘科长被打，我也很遗憾。但是凭这些不构成证据的证据，就污蔑是我干的，我也不服。这还不够证据？
你还振有词啊！刘科长，你先冷静一下啊。这件事情呢，组织上一定会调查清楚。老左，要不你先带刘科长去医务室检查一下。郭子健，总之这件事儿性质非常恶劣，我给你1晚上时间，好好考虑一下。明天一早，我希望你给我、给集训队、给吕党委一个明确而清晰的答复。是。走了。左副任，这就算了。走了。马甲站长。郭子健，就是让我说你什么好？本来还指望你干这个保障队长，能够抓住机会好好表现。这就是你的表现啊！处长，我真没打他。那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你，那刘科长一口咬定就是你干的，你怎么解释啊？这锅的事儿还没完呢，又惹出这档子事儿，你要干嘛呀？非得拖着军章你才踏实啊？不是，他这说的也太可笑了。我打他，我至于吗？再说了，讨厌他的又不止我一个人。那行，你说不是你打的，那谁打的？你去给我找出来。就算有个人恩怨，那也要光明正大的解决吧。背后捅刀的，那算什么战友啊？什么叫战友？那是在战场上替你挡子弹的人。一支能打胜仗的部队，必须要有绝对的信任和绝对的团结。今天晚上这样的事儿，绝不允许。是，我马上调查，尽快给您答复。1到，上。营长来了。别废话。第2到，上。来了。第3到，上。第4到，上。集合。营长，有什么应付我们几个跑跑腿的吗？刚才索副旅长和许处长找您，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呢。晚上刘望远在训练场被人给揍了，首长找我了解一下情况。营长，刘科长平常就不招人待见，指不定得罪谁了呢，您说呢？晚上9点左右，你们在哪儿？我们就在这大泉，哪儿也没去。嗯。回去休息。是。师傅，是发现他们了？啥呀？发现咱们能在这儿站着。没事，只要咱不松口，这事儿没人能把咱怎么着。哎呀，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你说，咱怎么这么点儿背啊？那打错谁不好？偏偏是刘心眼。我说你现在废什么话呀？打没打呀？刘望远是我打的，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处分。
那你为什么昨天晚上不承认？因为刘望远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是我干的，于是我抱着侥幸的心理，以为能逃避惩罚。你想清楚再说话。我问你，你是不是已经查到是谁了？没有，就是我干的。郭子健，你知不知道，一旦这件事情坐实了，你会是什么样的后果？无论什么后果，我都接受。我真没想到，你居然堕落成这个鬼样子。许处长，索副旅长，对不起，我让你们失望了。今天早上，郭子健经过一夜的考虑，正式向我，也向许处长承认，麻袋事件就是他个人所为。不，这件事不管怎么说，我都不相信是他干的。他郭子健平时是有点孩子脾性，说话做事显得不是那么成熟，有的时候甚至行为有点过激。但是以我对他的了解，他绝对是一个光风霁月的人。这种背后整人的歪招烂招，他根本不屑于干。那是没有逼到那个份儿上。据刘望元反映，他已经拿到了郭子健在演习中故意拖延斩首时机的视频证据。证据啊！而且昨天上午直接找他对质。所以郭子健急了，还威胁说要收拾他。这不，这一到晚上就出事了吗？拖延斩首的视频证据啊？证据确凿吗？一目了然呐！事实如此，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就差1秒钟。不是，巧合不代表就不可能发生啊！政委啊，我知道，从感情上说，你不愿相信这个事儿。我开始也不相信，但是现在我相信了。这小子，在演习中很可能就留了一手，知道为什么吗？我们撤了他一营营长的职务啊，他怀恨在心，耿耿于怀。说实话啊，通过这次演习，我承认他确实有能力，那仗打得也漂亮。但是你不能把个人的情绪凌驾到集体的荣誉之上啊！再说了，短短几天时间，发生多少事儿？提锅事件、斩首事件、麻袋事件，这件件桩桩都成了说不清的悬案了。这种人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的指挥员，你让我怎么相信他？是啊，忠诚，首先就需要完成对自我情绪和利益的克服。他克服不了。哎，罗素，这件事啊，对郭子健影响会很大。我还是那句话，我依然不相信他会这么不冷静。他就是不冷静。再调查一下。现在调查什么？他自己承认了，人证、物证、犯人口供。什么犯人口供？这搁社会上就直接抓人了，严重了。政委，我知道你是爱惜人才啊。你说郭子健把别人锅都踢了，咱们依然让他进这个保障队，可他自己知道珍惜吗？啊，他对得起自己这身军装吗？而且，刘望远现在的情绪非常不稳定，他反复跟我重申说，如果吕党委不能秉公处理这个事儿，他会逐级向上级反映，直到讨回公道为止。老祖，刘望远平时就听你的，你不能让他再生枝节啊。这个你放心，他的工作我来做。好吧，召开党委会，专题研究对郭子健的处理意见。杨灿，报告你个事儿。你说。有人把咱们前2天演习督查时候的视频拷了一段。这怎么了？演习之后积极复盘不是好事吗？有什么问题吗？问题大了，拷视频那个人是刘望远，而且他就只拷了郭子健和杨茂林他们斩首的那一段。为什么
考这段有什么问题吗？你忘了，这一段是整个演习争议中最大的一段，而且很多人说郭子健是故意放了龙远山一马，刘科长也一直在查这件事儿，这回他认准了打他的人是郭子健，也是因为这个。不会，郭子健不可能打人，他好不容易才进集训队，不会那么不冷静。我也觉得是呀，可谁知道他怎么想的，竟然就认了。那一定是因为他知道那个人是谁，然后想保护他。看他因为吴东胜的事儿差点弄到转业，也就能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性格，典型的护犊子。刘望远，他伤得重吗？重什么呀？我听医务室的人说，连皮都没擦破。不过他这回要拿视频的事做文章，那郭子健可就真有大麻烦了，咱们俩不都成帮凶了吗？你说这个郭子健是什么运气啊？怎么就这么倒霉呢？没事，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关于这件事情，我有3点处理意见。第一，不参与396旅党委对郭子健同志的处理意见。第二，事情没有完全搞清楚之前，不急于表态。第三，396旅已经停了郭子健的集训保障队长职务，我建议由旅里安排一名同志暂时代理。明白。首长，但是问题发生在集团军的集训队，我们难道什么都不管吗？林军儿，你要真想做点什么的话，就赶快把事情的真实情况搞清楚。但是，郭子健本人已经承认了。是吗？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很蹊跷。我说的是直觉啊。啊，首长说的是。本着对首长负责的态度，我马上落实。不是对我负责，是对郭子健同志负责。你要知道，如果他真的被坐实了，那至少证明他真的不是我们要找的人。哎，首长啊，这郭子健身上怎么就那么多事儿呢？我现在都有点糊涂了，不知道该信谁的。越是到这个时候，越要冷静，不能被表面的现象影响到内心的判断。首长说的是。老左啊，虽然党总会有了决议，但我觉得对郭子健还是太重了。政委，你是老政工了，又爱惜人才，所以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行政记大过，再加上降职降级，郭子健的军旅生涯可以画上句号了。毕竟，这样的处分一宣布，他就是有3头6臂，也很难翻身了。像他这样恃才傲物的个性，如果不勒上缰绳，以后很难在部队有大的发展。要知道，职务越高，责任越大呀。这件事情，我还得向梁副军长汇报一下。不管怎么说，他很看重郭子健。首长也有看走眼的时候，诸葛亮还看错人呢，要么怎么会吃街亭呢？也算，我们是替他把这地雷给挖了。哎，这样一来，咱们396旅在集团军又要出名了。不是，我说政委，你不会以为我故意跟他过不去吧？哎，我可没这么想啊，我只是为郭子健感到惋惜。他这个怨谁？这不咎由自取吗？行吧，处理意见，集团军党委一通过，马上召开干部大会，先让郭子健做检讨，然后宣布对他的处理决定。好，集训队还有很多事儿呢，我先走了。哎，老左，说句真心话，这段时间你这么累，真是不想让你去。但是考虑到这次集训对你的前途有很大的帮助，我还是支持的。感谢政委意见。报告，门没锁。营长，
营长，你干嘛跟邹副长承认说是你打刘望远啊？营长，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不能让你背黑锅。就是你是啊。是，我们昨天晚上是想教训杨茂林来着，结果巧不巧的他没去，刘望远来了，我们套错了人。不用解释，我都知道。不过就算是套错了，我们也不后悔。谁让他老针对你？刘望远本来就对我有意见，不管是谁套他，他都会认为是我干的。这件事总归跟我脱不了干系，这个锅我不背，谁背啊？不是，我说营长，现在一点证据都没有，只要我们几个咬死了不松口，谁能拿我们怎么样？你替我们扛什么？骗得了别人，骗得了自己吗？好，我们去找邹副营长自首。回来！怎么了你们了？这不是说只有留在部队，女朋友才肯跟你结婚吗？郭营长，我林，我打一辈子光棍，我也不能让您替我背这黑锅。行了，这件事情必须得是我负责。大不了降级降职，实在不行还能转业。这摆在我眼前的路又不是一条。你们呢？有没有想过后果？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大不了退役。我们退役，我们退役，退役，说的简单。就算你们现在去找首长，他们还是会以为你们是在替我顶包。这件事情的根在我这儿，如果被强制退役，这会是你们一生的污点，你们能承受吗？这件事情到此为止。还是那句话，都给我好好训练，别给茵茵丢脸。郭营长，对不起，我们几个没想到事儿闹这么大。战友们，千万记住了，以后不管做任何事情，先过脑子，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了。我没法一直帮你们。男儿有泪不轻弹，他有点出息。回去吧，我要接电话。滚吧，走。喂，班长，那咱们怎么办？刚才大家伙都听见了，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去给郭营长讨个清白，干不干？干！走。郭子健，这种下三滥的事儿，打死我也不相信是你干的。我告诉你啊，一定保持冷静，千万不能让刘望远给你带偏了。放心，我不会。你啊，这个时候一定要控制好你那个臭脾气，好好跟领导解释，听着没？做都做了，有什么可解释的？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种话？算了，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喂，郭子健，过来一下。你是来笑话我，还是来给刘望远报仇啊？你脑子进水了吧你？有病啊！可能吧，病得还不轻。别在这给我嬉皮笑脸的。说实话，当时听说你在集训队当保障队长，我心里边挺难过的。
别误会，不是为你，为我自己，为我自己少了一次在战场上战胜你的机会，我觉得很遗憾。我本以为你郭子健准备卧薪尝胆，没想到怎么着？现在准备自己刨坑把自己给埋了是吗？我也没想到。那怎么着？我是不是还要给你道个歉，让江营长失望了？人不是你打的，我没说错吧？你郭子健只会当众打别人的脸，套麻袋，多此一举啊！哼，你还挺了解我。怎么着，过瘾是吗？特别的过瘾，替人出头，代人受过，过瘾吗？之前撂的那些狠话呢？理想呢？追求、抱负、改革。那要换作是你，你怎么办？事情就是这样，刘望远是我们几个套的麻袋，跟郭营长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是怕这件事情影响我们之后在部队的前途，才替我们背的黑锅。是这样吗？是。这条裤子就是我那晚穿的，套麻袋的时候不小心溅上了泥点子。林一虎啊，你知不知道殴打上级军官是什么样的后果？首长，我们没真打，就推了刘科长一把。后来我们发现套错人，我们赶紧就跑了。那他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我们真不知道。首长，您就是再借我10个胆子，我们也不敢对上级动手啊。那郭子健为什么会出现在现场？没有，郭营长当时没在现场，就我们几个在。你看看，一问3不知，啊，破绽百出，啊，光知道往自己身上揽责任，就不怕受处分吗？首长，不是我们往身上揽责任，是这件事它就是我们几个干的，跟郭营长一点关系都没有。对，没关系。至于处分，我们几个犯错在先，认罪认罚我都接受，但我希望首长您明察，别冤枉了我们郭营长。行了。你们先暂停一切训练，等待处理意见，去吧。是。向左转，进步走。我觉得林一虎他们说的还是有可信度的。我倒觉得完全不可信，说的话呀。驴唇不对马嘴，哼，啊！他们说约好了杨茂林是吧？认错人了。那杨茂林呢？杨茂林为什么不在现场？对不对？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啊？还有说他们没打人，没打人伤哪来的？刘望远别的我不敢说，有一点我敢打包票。他绝不会说为了诬陷别人啊，把自己弄伤了，再弄一身泥，不至于。所以说呀，这帮小子就是想来给郭子健顶罪的，又怕担责，就编出这些说辞来，都是些孩子。照这么说，郭子健的群众基础还是不错的呀。哎，你还别说，郭子健这一点还不错。到什么地方都能跟战士打成一片，说的好听一点啊，
叫任仗义，说的难听点，拉帮结派。老左呀，你又上纲上线了。这慢，转，疼吗？疼，哪儿疼？告诉我。就这儿啊，腰。这儿是吧？把手拿来，我看一眼。哎，你轻点啊。没破皮啊？没破皮儿怎么了？要是破个皮儿，我还真不至于。我现在这是内伤，疼着呢。放着吧，什么事儿说。太过分了，老刘，你也知道，郭子健这个人，我一直看不上。我这么跟你说，要是那天晚上我在场，这孙子就是跑出2里地去，我也抓着他，我抽揍他一顿，我一定替你出口气。太过分了！哎，行。但是老姜，就冲着你刚才这番话啊，我没白认你这个兄弟。这样，等我好了以后，我请你吃火锅，还是老样子，9宫格加麻加辣，行吧？不过话说回来，这事儿也过去了，要不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什么叫得饶人处且饶人呢？啊？感情我挨打了，我还错了呗？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啊？哎，我问你，老姜，这事儿我要是忍了，那我刘望远以后在咱们旅还怎么立足啊？这不现在不是在咱们旅吗？咱们跟郭子健现在是作为战友，作为队友，一起在集训队，不是吗？许队长那是集团军派下来的，这事要是闹大了，许队长怎么看？集团军怎么看？显得咱们旅不团结，丢谁的人呢？索福旅上的人呢？问题现在破坏团结的人不是我，是他，对吧？那我要不讨一个说法，他还真以为他能为所欲为了。他今天能这样对我动手，那是不是明天跟首长他们一言不合也可以动手啊？总之，这样的人啊，就应该狠狠的罚，不然他怎么长记性？啊？老刘，行了。你要是还把我当老战友的话，这个架你甭劝。我还就告诉你了，这个事儿我不可能就这么算了。好，不可能，我明白了，好吧，受委屈了啊。哎，行了，消消气儿，不聊了这事啊。哎，你现在还那么怕格上吗？怕呀。哎，你干嘛？哎呦！老刘，馅儿太多了。喝点水。谢首长，你说你这个黑曼巴怎么换成狗了啊？你的狗铃的。首长，先不说这个，您就给我句痛快话吧。这个痛快话，我还真不能给你。
为什么？郭子健在打人这个事情上，基本上供认不讳了。如果半路被你这个程咬金劫走了，2级党委的脸往哪放？你告诉我。怎么，还真要把郭子健往死路上逼啊？没人逼他，但他打人，就得承担后果。所长，您就忍心这么一个好苗子，就这么毁了？再说了，即便郭子健报复打人的事情已成定案，那人也是可以改变的嘛。您把他交给我，我有信心带好他。如果他到了404旅还受到重用，那就说明我们在处置这件事情上是轻拿轻放，等于给郭子健个人开了绿灯，对他个人成长没有好处，而且在全军用人问题上树立了一个不好的电线。你想过了吗？那这样，等整件事情过去之后，我再来要人，这总可以吧？郭子健被降了职，他的心态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他的职务和年龄明显就是格格不入了。他的心里能平衡吗？如果他的心态崩了，他还能站得起来吗？那我们就这么放弃他了？没人放弃他。要说放弃的话，也是他自己放弃了自己。我觉得他不会。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哎，东方，周末不申请外出啊？又看啥呢？来，过来。啊！前几天啊，就网上炒得火热的解放军上校军官把这个大学生的饭锅给踢翻的事件呢，有了后续的报道。就在前几个小时，整段的视频是被发布到了网上。哎，看了这个视频之后呢，我想说的是，别说是踢他这个锅了，就算把他这个人给踢了，也是活该。这个锅啊，踢他个100次也不嫌多。行啊，还算他们有点良心。哎呀，就是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啊。你说咱们队长怎么就那么背啊？哎，没事的，应该。是不是你把视频泄露出去的？你是不是想害死我？我没想害死你，我只是不希望一个优秀的军官被冤枉。你现在在哪儿？我去找你。我不想见你，你以后也别打电话给我了。梁赞，你说咱们这个战力分析会有用吗？战力分析可以客观地复盘演习中所有的细节，为首长们提供一份真实可靠的判断依据，让大家不至于被主观思想所误导。那如果事实证明郭子健在斩首的时候没有延迟，那他因为心虚，担心刘科长调查而去打人的动机也就没有了。哎，梁赞，那你快点，我视频都剪辑完了，可就等着文字分析了。我已经在加速了，但是再怎么快也要等到明天晚上了。听说后天396旅要召开干部大会，公审郭子健。洪班长，怎么什么话一到你嘴里马上就变味了？什么叫公审啊？就是这个意思呗。郭子健的未来可就掌握在咱俩手里了。不过，我就担心，仅凭咱们的结论，没办法给他彻底翻案。当时现场压根就没有监控，没办法证明郭子健不在现场。我们要的证据，未必只有监控才能拍得到吧？哦，我现在就去干。
风从未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后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郭子健，你太让我失望了！你怎么能做出这么愚蠢的事情来呢？啊，都说吃一堑长一智，你的智长哪儿去了？政委，无论是降职还是降级，我都接受，大不了从头再来。你还以为你能爬得起来啊？职务和职级是军队用人的必备条件，你自己说，以后把你往哪放？我不知道，我听组织的。组织也很头疼。康庄大道被你走成了死胡同，你郭子健太有能耐了你。化作漫长的期许，一点一滴，一字又一句，愿人还能想起，也相信。昨日已去，而明日再续，你说是否可以？徐师长，黄队长，我有急事儿，有什么事儿回来再说。我有东西要交给您，关于刘科长被打的事儿。大家休息一下，会议推迟半小时。同志们，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一旦对郭子健的处理意见公开宣布啊，我们可就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政委，都到这个节骨眼上了，您认为还有回旋余地吗？关键是啊，从昨天晚上开始，互联网和集团军作战指挥网发布了2项内容，都和郭子健有直接关系。而我们在做这个处理意见时啊，也无疑是受到了这2件事情的情绪影响。啊，张良，你先谈谈战力的事。好，梁红参谋发在集团军作战指挥网的这一战力分析啊，说的就是上次演习郭子健最后斩首的作战片段。目前呢，已经被推到全军军事指挥网交流平台，视频呢资料全面，正在全军引发热议。有的院校已经表示，愿意将此次案例呢作为教学课程。这个也从各个方面证明，所谓的郭子健故意贻误战机、放龙远山一马的说法，纯属是无稽之谈。好，康副政委，你再谈谈那件踢锅的事件。现在啊，网络上流传了一条郭子健带领特战小分队营救大学生和踢锅事件的完整视频。据调查啊，这条视频是当时在现场的其中一名大学生上传的。现在舆论已经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之前在网络上攻击郭子健的那些网络大 V 啊，现在都已经集体沉默了。网友们表示啊，像这样的锅啊，踢100次都不为过，支持解放军同志一踢再踢。报告。接。报告首长，一营侦察班林一虎等人要闯会场，被拦住了。闯会场？人在哪儿？就在门外。等一下。林虎，到。干什么？你们还像个军人的样子吗？报告。讲。首长，我清楚后果。可能这件事以后，
我们这兵都当不了了。但是我们几个今天确实有话要说。那好，你说。政委，刘科长的事儿跟我们郭营长一点关系都没有。老刘，瞅什么呢？大会马上就要给你申冤了，怎么这会儿等不了啊？哪来的冤啊？吕党委公平办事儿，我相信组织。我是在看，你是在看怎么会一拖再拖？那么多废话呀！李虎，你说的是事实吗？您要是不相信，可以去问杨茂林。我要是有半句假话，我林一虎人头落地。殴打干部，知道会怎么处理你吗？政委，我们没有打人，我们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您该怎么处分怎么处分，我们全都服从。但是这件事儿不能冤枉了我们营长。我提醒你啊，我提醒你们，郭子健现在已经不是营长了。既然你们这么说，口说无凭，有证据吗？哎，老徐，是啊，上级是不是有新的指示？不关上级的事，我这有几段视频，大家一起看一下。好，走。啊。这个视频之前我看过，这能说明什么呢？跟刘科长被打的事儿一点关系都没有啊！着急啊，老左，你看到那个炊事班的战士了吗？这个战士啊，我问了，他听见了林一虎和杨茂林的对话。说你呢？吴班长有话要对你说。什么话？今晚9点，体能训练场等你啊！哎，刘科长被打的时间是几点来着？据他自己说，应该是8点45分。那就没错。大家接着往下看啊。这是教导队参谋开车回来的时候，他的车载视频记录的画面，拍到了郭子健。视频显示的时间是8点51分。这时间显然对不上嘛。这说明什么？说明林一虎他们说的是实话。吴局，我先做个检讨。这件事的发生啊，也反映出我们每一层的干部在工作中的不足。不细致、不到位，但我想这也同时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今后如何加强官兵们的心理建设？我们大家都要好好想想啊！这个刘科长也不能信口雌黄啊！这也不能完全怪刘科长。刘科长和郭子健啊之前就有矛盾，也有过争执，所以他怀疑郭子健呢也情有可原。就是这么回事儿。那既然事情已经查清楚了，相关人等怎么处理，也要好好决定一下。徐处长说的对，正好班子成员都在，马上研究一下处理意见。梁残，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我交给许处长了。你就这点反应啊？这回也不知道能不能帮上郭子健。梁才，你的这个帖子被加精置顶嘞，这不是很正常吗？梁才，我就佩服你这股子自信劲儿。不过我是真没想到你会把帖子直接发到集团军作战指挥网上，我还以为你会交给许处长呢。我们的战力分析，就是为了业务学习和业务交流，又不是为了别的。对对对，就是为了业务交流。你让我去找证据，也绝对不是为了帮他，是为了伸张正义。洪班长，到。今天下午之前，把下个阶段的考核计划发给我。
啊？什么？执行命令。是。同志们，刘科长夜查遇袭事件发生以后，吕党委非常重视，及时做出了处理意见，同时报请集团军党委。但是，有关当事人为了所谓的江湖义气，故意隐瞒事实，致使事件曲折复杂，严重干扰了吕党委工作的严肃性和客观性。现在啊，我们掌握了充足的证据，并查清了全部事实。经吕党委研究决定，对事件主要负责人林一虎处理如下：一，因为主动袭击干部，虽然是误伤，但经吕党委研究决定，给予一营侦察班代理班长林一虎行政记大过处分，留营察看半年。二，因为干扰调查、歪曲事实，给予教导队教员郭子健行政警告处分。同志们啊，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件事啊，对咱们旅、对集训队、对每位当事人，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打铁还需自身硬啊！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抓好思想工作，严格训练。散会。起立。队长，我来吧。慢点儿。好嘞。轻打轻放啊。是。队长，哎，把这些都记清楚了啊，都小心点儿。放心。郭子健，到。处长，怎么样？我看你这个保障队长，干得挺带劲嘛。珍惜一切来之不易的机会。这些日子，咱这林一虎给我看紧了啊！再犯一点点差错，谁也保不住他。这个行政记大过是不是重了点啊？重，没脱他的军装，算对得起他了。不管因为什么原因，这都属于严重违纪行为，造成的影响非常恶劣，这是不可原谅的，知道吗？明白。怪我平时没调教好。这跟着他背了一回处分，舒服了。处长，这次这个事情对我跟林一虎教训都很深刻，我向您保证，绝不会有下次。行了，少说漂亮话吧。我这次来啊，要交给你一个任务。您请指示。你应该知道，咱们的集训要想实现突破，必须得有一批高新的设备。无论是电子通信还是导航系统，包括新型的无人机，我们都没办法给部队配备。集训队没有这个专项资金。但是经过我们研究呢，发现你小子聪明，脑子活，以前也在学院干过教务参谋，资源上应该比较丰富，所以报请上级批准，又交给你一个特殊的任务。你呀，去想想办法，和地方的军工企业多联系联系，争取一下他们的支持，啊。您这不是让我去化缘吗？怎么说话呢？什么化缘？多难听啊！这差旅费、正常的花销，我们都可以保证的。那不管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你只要把设备给我画来，啊，不是把设备给我弄来，我就算你一功，啊！记住，这事关我们集训教学的质量，你必须给我完成。那我试试。这不是试试，这必须完成。还有，这个保障工作也不能落下啊！是，好好干，我走了。处长慢走。
必须啊！老山，那个，交代你个任务。哥，我们是做平台的，我是可以把人家的产品提供给你们测试，可要是你们操作不规范造成损失，可是要赔偿的。这个你放心，我们的训练都很专业。行，那我过2天，我陪2个厂家的人专程过去一趟，咱们签一个协议。但是你最后训练的参数可一定要提供给人家。没问题啊，这个我向你打包票。哎，对了，那个吴东胜的事儿，你办的怎么样了？要么说咱俩是亲兄妹嘛，我现在就要去办这件事儿。行，好。记住了啊，千万别让他知道我们俩的关系，听到没有？当然了，我办事你放心啊。哎呀，你说说你，你压根就不是个做生意的人。你说说看，你到咱们村办企业去上个班多好，活又不累，还按月发工资，是吧？总比你捣鼓着破铜烂铁强多了吧？刘根叔，你就别劝了。俺虽然已经残废了，但是俺也不想去那儿混日子。况且啊，俺也有自己想干的事儿。这破铜烂铁能当饭吃吗？你这么做，别人还以为咱们对拥军有属，不上心呢。叔，俺已经跟镇上解释过了，俺是自愿的。你呀，真是头倔驴。吴东胜，吴老板是吧？你是